蓝忘机平静地说道：“没什么。”魏无羡一手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，一手抱着那个热水瓶，说道：“我刚刚明明听见了，你说我呆。”蓝忘机转过头凉凉地看了一眼魏无羡，那清冷的眼神好似就是在说：“你难道不呆吗？”魏无羡被蓝忘机的眼神刺激到了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来吧，打一架吧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似乎并没有把魏无羡说的话放在心上，只是重复了一个事实，在上早读。魏无羡气来了，哪管这些，手指一拍就把蓝忘机的书扣在了桌子上，说道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刚刚说我什么？”蓝忘机说道：“你先去看看我给你的那本书。”魏无羡摇着头说：“我才不看呢，我又不是 Omega。”蓝忘机挑了一下眉，低声说道：“不管你觉得是不是，你就是。”魏无羡玩着蓝忘机的书，不让蓝忘机好好上早课，说道：“那我觉得我不是我就不是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随你。”虽然魏无羡是这样说，但是下课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忍住，偷偷的把那本 Omega 的生理与自救指南给翻开了。不过魏无羡翻了2页之后就放回了桌洞了，然后把脸埋在胳膊里，露出了2只红红的耳朵。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蓝忘机说他呆了，想起昨天晚上他说的话，魏无羡也觉得自己愚蠢死了，怎么放了一个信息素就是标记了呢？书上说标记必须得那样这样那样那样才可以的，临时标记也得咬一下腺体啥的，关键是人家蓝湛昨天除了放了一点信息素之外，确实啥都没干。小少年啥都不懂，看个生理书都纯情的要命，以后万一到了实战上，那可怎么办？而这个时候，上课铃响了，魏无羡从桌子上爬起来，摸了摸自己的2个小耳朵，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就是看一个生理书嘛，你红个毛线啊！”说完，还搓了搓自己耳朵。而这个时候，他看见门口的蓝忘机走了进来，魏无羡看了一眼就挪开了目光，轻轻地啧了一声。还别说，他同桌长得是真帅，而且还是那种360度无死角，现在估计还没长开，到时以后长开了，得祸害多少小姑娘。魏无羡轻声嘀咕了一声：“蓝颜祸水啊呸！”确实如魏无羡说的不假，刚是青春年华的小少年，如果说他们这个年纪的少年被称为挺拔的白羊的话，那蓝忘机绝对是颗颗白羊中那清冷的白鹤，看起来高贵不可亵渎。光是那张脸以后就得祸害不少小姑娘。蓝忘机坐在位置上，刚好物理课代表要过来收昨天的作业。魏无羡一听才想起来自己昨天的物理作业根本就没有写，于是问蓝忘机说道：“蓝湛，你的物理作业写了吗？借我抄一抄。”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说道：“你没写？”魏无羡干脆利落的点点头，笑眯眯的说道：“没有呀。”蓝忘机不想借魏无羡，但是抵不过魏无羡的死缠烂打，从自己的桌子上把物理作业给了魏无羡。干净的卷子上面的字迹简直漂亮的不行，魏无羡简直要佩服死蓝忘机了，字好看又端正，而魏无羡的字有点飘，看起来有些桀骜不驯的感觉。物理课代表把作业收完之后，魏无羡又开始无聊了，再加上老师也没有来，魏无羡又把主意打在了蓝忘机的身上。魏无羡拖着脑袋，手里面转着笔，歪着头看着蓝忘机，笑着说道：“蓝湛，你看看我。”蓝忘机不看。魏无羡把自己的校服领子稍微的松一松，露出了轻微的锁骨，调换了一个姿势，又问道：“小古板，你瞅一瞅我。”蓝忘机冷冷地说道：“作甚？”魏无羡笑着说：“中午一起吃饭如何？”蓝忘机不吭声。魏无羡又说道：“如何如何如何？”蓝忘机凉凉地说道：“我想一个人，你太吵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不行啊，一个人吃饭多闷呐，是不是？我们2个一起去，不想吃学校的饭，我们也可以出去吃。哎，这个学校能出去吃吗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不能。”这个时候，魏无羡身后有一个同学说道：“魏无羡，怎么还想着去外面吃呢？我们云深中学的饭已经够好了，比外面可不差啥。我告诉你啊，校长就是为了不让我们出去买饭吃，办了4个食堂了，每一个食堂的饭菜都不一样，想吃什么自己拿卡去买就行了。”魏无羡哦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样啊，那也挺不错的，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宿舍吗？”
那个同学说道，可以的，毕竟学校里面不允许浪费饭菜。还有，那个同学好心的指了指的脖子说道，把校服拉链拉好，校规不允许衣冠不整。魏无羡一听不在意的，挥了挥手说道，没事儿。那个同学又好心的提醒了一下，还是把衣服拉好吧，不然的话被查到了要扣班级的分，也要差扣个人分。魏无羡还想说什么，这时一双干净白皙修长的手就伸了过来，捏着魏无羡的校服拉链就给拉了上去，严严实实的遮住那精致的锁骨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蓝忘机已经把他的校服拉链给拉了上去了。魏无羡好像又闻到了那沁人心脾的檀香，愣愣地说道，蓝湛。蓝忘机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冷冷的道，会扣班级分。魏无羡，我自己难道没手吗？蓝忘机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看着自己手里面的书，而魏无羡则被这个举动弄了一上午的课都没有听好，脑子里全部都是蓝忘机的手和好闻的檀香。魏无羡奋力甩了甩头发，干脆不想那么多了，不就拉个拉链吗？不就信息素好闻吗？这又怎么了？醒醒魏无羡，值得你这样想一上午吗？他是觉得这顿中午饭他和蓝湛吃不成了，咱这要是坐他身边吃饭，那他估计这顿饭就不用吃了，肯定只看他了。于是魏无羡在上午的下课铃一响起身就走了，说了句，蓝湛，我和江城一块去吃午饭了，然后我们宿舍见，拜拜。说完魏无羡一溜烟的跑了，背影颇有一些落荒而逃的样子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的背影，倒也没有说什么。等到食堂的时候，江城看着魏无羡只坐着不吃饭的样子问道，魏无羡，你怎么了？再不吃的话时间就要到了，你想被困在食堂吗？魏无羡搓了搓脸，说道，江城，我跟你坦白一件事，你别告诉别人说。江城咽下嘴里一口米饭，道，什么事？魏无羡道，我分化了。江城继续吃着饭，有些含糊不清的说道，哦，分化了呀，是哪种级别的 alpha？ 魏无羡停了一会才道，不是 alpha。 江城语气没变，不在意的问道，哦，那就是一个贝的了。魏无羡没有吭声。江城以为魏无羡分化成 alpha 心里不舒服，于是安慰道，没事，这有什么的，贝的就贝的了，我们还比那些 L 好呢。我们最起码不用受那些信息素的干扰，对吧？